今年暑假，小印象，请你安静。蓝色小精灵，前任关系大对决到底会有多纠结？前任还能当朋友吗？都是好朋友到现在。哎呦，分手为什么一定要失去一个朋友？宁可告诉他说对不起，哪怕过年过节的问候简讯都不行。哎呦，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都没问候我了，我们分手的时候他问候我做什么？太夸张啦！下一任会知道你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我会反省自己，说是不是哪里有问题。你不能趁机利用节目做形象。我讲真的啦，我讲真的。前任要求复合，该不该答应？决定不要了，你为什么现在又反悔了呢？有时候你会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说不定之后还会跟到更好的。真的到一个年纪有够难找的，所以我想说现在也是用着一下。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有点敬业精神。对不起，开场阿秀老师的音乐都下了，导播53个亿喊得那么大声。哎呦，我也不开录想还在打呵欠。因为我老公的表妹昨天晚上打给我，跟我咨询感情问题，我们聊到凌晨2点半，哎。什么感情问题要聊到凌晨3更半夜的？哦，这个问题说来话长。长话短说，快点。就是因为她男友离家出走，因为不小心发现她和以前分手10年的前任还维持着伪友谊。伪友谊？我只认识侯友谊这什么关系啊？这是？就是顶多呢，逢年过节发个讯息，比陌生人熟一点点，放进心里一点点的关系而已。那就这样子发个讯息，有必要男朋友就离家出走？话还没说完，上个礼拜刚好她男友出差，家里的水龙头刚好坏掉，临时又找不到水电师傅，情急之下，表妹刚好想到了，又刚好前男友家是开水电行的，就刚好请他来处理。这个剧情。难怪男友会离家出走了。强哥，他紧紧的啦，表妹很困扰哎。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刚好他们呢，他们个个呢都是跌跌撞撞，也刚好也都颠沛流离啊。问他们，或许就能够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跟见解。我们欢迎他们来介绍，在这边先欢迎李薇薇、李英达，欢迎你们。再来欢迎刘璇、圆圆，欢迎你们。今天的女王堂代表，他们都是公的，很养眼啊！他们是人气 podcast 的Real Fact 的3位主持人。没错，欢迎 Sean、Kai 还有 Daniel， 欢迎，在，他们在那个 D 卡上面的女孩版超受欢迎的。现在都是学生吗？还是都刚毕业，都刚毕业，所以他24、5岁。22了，22还刚毕业吗？毕业很久了，毕业一点点时间了，对，就比起我们毕业30、40年，他们算刚毕业啊。谁跟你毕业30、40年？我没有毕业那么久。哦，哇，好了，现在要聊聊这个问题，挺有意思。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很多人分手之后还是有保持联络，但是这样叫做关系延伸，它究竟是成熟？还是麻烦的延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叫买卖不成仁义在，对不对？对。到底你可以跟前任继续当朋友，还是必须要断得一干二净？这个感情的断舍离，今天我们就来说明白、讲清楚。好，你是哪一派的？请问，分手之后还能当朋友吗？可以举拳，不能举叉，请举牌。想到圈这么多差不多对啊。哎呦，刚好就圈了坐一边，叉了坐一边呢。对啊。怎么会这样？那我坐错边了。哇，我再告诉我你的看法。可以的原因，薇薇。男朋友交往很久，已经真的像家人了，太熟悉了。对啊，分手为什么一定要失去一个朋友？只是我有一个基本的点啦，如果对方女生会在意的话，我就不会主动跟她联络。不主动联络，这样界限蛮清楚的。你是消极的配合是吧？就是我觉得还是朋友，我不想要，就是没有必要去闹翻。可是如果对方没有女朋友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联络。可是如果你们还是朋友，然后他跟他现任的女友有吵架，然后他打电话来跟你诉苦，你会接这电话吗？这个就不会。很好，对，这个我就不会。我觉得这样好。通常他有女朋友的女朋友都不会让他打电话，不太会让他跟我们联络。他们在冷战嘞。他们3天没讲话。不行，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这样就等于给意见都不对。
到时候那个女的你又没有趁虚而入。不是，可是那女的，比如说只是为了一个挤牙膏跟他吵架，然后结果因为他问了我，他马上会因为我跟他就是对这个点会转到变成是我，没错，对，公亲变事主的。对对，因为任何人，你只要你跟你现任吵架，然后打电话给另外异性，就算不是前任，这样现任都会超在意的。对，那另外一个异性是我妈呢？妈妈可能可以，可以吧？你妈妈愿意接我电话吗？你妈妈？那你说说看，刘璇，为什么不行？我应该这样说，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没有办法接受我的男朋友跟他的前女友联系，当然我就要做到，我也不跟我的前男友联系。一视同仁嘛。对啊，对啊。哪怕过年过节的问候简讯都不行。哎呦，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都没问候我了，我们分手的时候他问候我做什么？对不对？那这样既然都决定要分开了，彼此就是不适合了，代表就是没有必要再继续的，就是一起走下去。对啊，哎，我超级可以当朋友的哎，我看得出来，因为我不，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跟别人交恶，然后因为分开的话，一定是两方都是有好好的沟通，然后才分开。可有时候可能因为前任比较嗨，你过去的经验都是和平分手的，哎，都是好朋友哎，到现在。哎呦，好难得哦。他们现在除了有一个欠钱的，然后把我封锁之外，就没有，其他都是好朋友。可是都没有碰到那种前任劈腿啊，然后就是哎有啊，那怎么会不交恶呢？因为他会劈腿，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有问题，因为我觉得他劈腿是因为我可能工作太忙，然后有时候可能没时间顾到他之类的，所以我会反省自己说是不是哪里有问题。你不能趁机利用节目做形象。我讲真的啦，我讲真的，你好大爱哦。对，我比较大爱一点，因为我是反求诸己耶。没有，因为我前任有时候也是贵人，你知道吗？因为是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贵人。对，然后因为他现在长大了嘛，然后可能有开一些什么店啊之类的，然后他知道我有在跳舞接活动，然后他就会发我工作，然后或是介绍 case 给我。我觉得这样子良好的关系是很好的啊。而且重点是超好笑的是，他的下一任女朋友是刚好是我的高中的闺蜜。好复杂，很复杂，对不对？很复杂。可是他们不是因为我认识的。这是一种礼尚往来的概念，还是？对，但我就是真心祝福，因为我已经不爱我那个前男友了，然后所以我就是很真心的祝福他们。然后后来他又交了下一任之后，他也是算是公众人物，然后我们还会一起拍片。然后有一次超酷的，就是我们有那个我们3个女生同时在一个场合，然后一起吃饭。天哪，贵圈好乱哦，贵圈。你们的前中后都在一起。对，然后我就比1，然后我那个同学就比2。穿西装那个是？那就她男朋友。对，10几年前的男朋友。哇，10几年前。这太难了啦。这根本不行。他应该有什么过人之处吧？没有，就是因为完全不会交恶啊。可是我觉得交恶和能不能继续当朋友是两回事情，就是你没有交恶，可是你不会跟他联系，就是不当朋友了。我不会到完全不当朋友哎，因为假设我现在交一个男朋友的话，我也会愿意让他跟他的女朋友、前女友联系什么的，就是因为大家都还是朋友啊。你都不怕擦枪走火什么的？但是你绝对不能删讯息，因为删讯息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会看那个讯息，然后我可能讯息我也不会删，就互相啊。哎，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林丹在讲话的时候，圆圆一直这样，你觉得很荒谬？你一直荒谬，他一直在用擦口水的感觉耶，为什么？其实你不屑他有很久了，对不对？不是，因为我觉得听到会有点想吐。这怎么可能做到这样呢？因为我觉得太夸张啦。因为我觉得这是恶性循环。恶性循环。因为如果她那个男朋友曾经劈过她腿，然后她也把他当贵人，那我跟你说，那林丹之后的男朋友没有啦，我不是说他啦，我是说不是他劈腿，其他人可能劈腿的话，就是他有一任男朋友他劈过她腿，他还可以不交恶的话，那他会延续到他后面男朋友就知道哦，原来劈你腿你是不会交恶的。就是会恶性循环。就是会让下一任会知道你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而且就是很容易能头没有，但是你有没有底线？有，我跟你讲，他就会失去我啊！哎，你越讲越糟，不是为什么？前一任会知道我现在就是他的前一任为什么会知道他是劈腿，就是底线？一定有共同朋友啊，他也会分享啊，不就分享了？共同朋友一定会知道他曾经被劈腿过，又当不一定吧？我觉得他的感情观、他的姐妹淘或者是他的好朋友一定会知道。对啊，我想没有秘密啦。这个一定现任一定会知道。比如说她曾经被男朋友打过，她后来原谅他了。对对对，他们会茶余饭后当成一个故事说。对，那大家知道说哦，有个男朋友曾经打得很惨，但还是原谅他了。对对，对不对？这一类的。这就是恶性循环。我觉得还好，因为最后当朋友的时候，我都会说，哎，这是我前男友，之前是渣男哦什么的，我就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大家就会笑笑的。这属于个案啊，各位，这属于个案。她不是一般现在普世价值的女孩子会说的啦。没有，就是因为是朋友，所以才可以开玩笑。OK， 就是后面都是变成是朋友了。怎么样？我刚刚买卖不成仁义在，说的就是他。他太难，这太特别了，对，这个太特别，你真的很特别。我跟你说，他这个有例子，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把他前男友就是劈腿好几次，他都原谅他，但是而且他也把他当贵人，就是跟林丹一样，就会觉得他曾经对他好过，他把他当贵人，他会延续到他之后每一任男朋友会很容易吸引到渣男。而且就是几乎会一直重复遇到会劈腿的，就是很难遇到真的很好的那个人。哦，但是我会想对方的好啦，因为他一定是有在我身上付出很好的东西。一定啊，所以我就会体力啊，不一定可能其他东西啊，有时候需要帮忙学习什么的时候，他都会帮忙。学习。对。我觉得他很阳光啊，其实某种角度，他是一个很积极正面的人，正面一点。我觉得如果是和平分手的话，我是觉得还是可以当朋友，因为我觉得应该蛮多人，就是他们可能交往前认识没有很久，就开始交往之后才发现，比起情人，我们好像更适合当朋友。对，就反而分手了之后相处就比较自在，然后也不会去计较说我们曾经是情人。对，蛮好。但是如果不是和平分手的话，我就觉得不行，因为你一定会有那个挂念，说他以前对我就是很坏什么，除非他们就是放得超级开，就说你以前超渣，像你刚才，或者说你以前那个时候劈腿还是这样，你以前都多不贴心，这样子我觉得也 OK， 但就是看是多不和平。云淡风轻的当笑话题，那可能两个人还有再往下走的可能。对，继续当朋友联络 ，OK， 对，就纯联络而已。对。但是如果是恐怖情人或什么的，不可能再继续。恐怖情人就会成人了啦。对啊。像我的话，我是个人啊，我就是用情比较重，就是情感我就比较敏感一点，重情重义的。所以如果我那个分手之后还要当朋友，就很容易想很多，然后可能有时候远远看到我就会想哭，甚至以前有一些那种哇比较不和平分手的，我只要远远看到我会有点 PTSD， 会那种发抖这样子的感觉。你有创伤症候群？对，就会觉得说哇。就是看到他有那个不好的情绪就会上来，这样触景生情。所以像我遇到一些状况，譬如说我分手之后忘记还东西，然后他前女友的吉他还在我家这样子，我就会想很多，不敢还回去，说我要怎么还这样子。因为我就很怕就还呗。对啊。可是我很怕说他已经放下了，我这个送回去的时候，他又那个情感就回来这样子。或者是勾起他一些回忆。因为你这样，那变成你跟前任去过那些地方，你去到那边都会想到。过往种种，对，触景伤情，对。但我自己也会就是很容易就是被这些纠葛住，所以呢，那有很多地方都不能去了哈。对，所以就要每次要找一些新餐厅这样子。哎呦 ，Daniel，我其实跟林丹想的一样，我跟每一任都想要当朋友。像交往这么久，其实他已经像变成家人一样。就变成家人的话，我觉得有点那个关系有点像是你在国外有一个。表哥表姐，就你习惯他，表哥表姐，国外有个表哥表姐，就是你不会跟他有联系，你也不会看到他。那有可能突然过2、3年有一个家庭聚餐，那你看到他，那感情还是在，你们还是可以聊天，对，还是可以开玩笑。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很健康的心态，就是关系已经转换了。对，因为但不是因为这转换我就不认识你。对，很难这样不认识。而且人生这么短，对不对？我们就是要那个。开心，可是你知道我之前也有类似的经验，因为其实以前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为什么分手不能当朋友？对啊。然后我之前有碰到一个前男友，那时候我还在大学生的时候，然后他也在打篮球，我也在打篮球。那有一次他的学校比赛刚好办在我们学校，那我想说，就遇到了，他就跟我说，刘璇，你可以去帮我买瓶水吗？那我也觉得说，好啊，就是虽然是前男友，我们也没有要复合了，那彼此我们现阶段也都没有在。有下一个新对象，我想说那当朋友也没关系，我就帮他买水。我在从学校走出去的过程中，就前面看到一位就是一对长辈，就是夫妻，他就跟他们打了招呼说：“干爸干妈，这是我前女友。”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要这样介绍我？就是我想说，你可以说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说这是我前女友？为什么要特别讲？对，然后我后来才发现说，其实他跟很多朋友，比如说刘璇，她是我前女友啊。就是他会到处去跟人家讲说，他是炫耀吗？对，不晓得这种心情，但是我会觉得说，那你现在在大学就已经是风云人物了。他是，但是我还不是。我也没有是，就是他那个时候是因为就高高帅帅的，他以你为荣啊，他对，我也觉得，但是我会觉得说，我们已经既然要分手，我也整理好心态，也许我会。
想要面对下一段感情，可是他不能到处跟别人说刘璇是我前女友啊。就算你不跟他当朋友，他还是会说。对啊，而且那是事实，所以你也不能管人家的。是，但是我就觉得说，哎，那因为这样子，我跟他走了很近，就是比如说我们还会见到面，还会聊天啊，还会有交集的时候，大家又会觉得说，哎，你们两个好像没分干净，你们俩哦，你是他前女友，这个标记是甩在，就是粘在身上甩不掉的。哦，所以我后来我就发现说，我不能跟前任当朋友，因为我觉得我要勇敢的再去面对下一任感情，那前任的这些东西就要全部都要撇除。那可以变成家人。我觉得可以直接跟他讲，说我不喜欢你这样到处讲我是你前女友。他可能是个例，他可能是个案呢，就还是把他介绍给琳达。我觉得不是每个男人都会去炫耀他跟你的关系，对，不见得，不一定的。你不能因为他一个个例，然后就把所有男的说哦，他们分手都会说我是他前女友。但你不喜欢也是可以讲的啦。对，是。但是后来，因为我的个性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我不想讲，我就会觉得那就不要联系了。我的个性比较是这个样。你决定开心就好，爱恨分明的这种感觉，这也是种决定嘛，对不对？好了，我们现在分享的这个大家彼此的心态跟状态，目前是一半一半，非常好。今天我们就来玩这个女王大调查。关于前任这些事，你会怎么解决呢？来喽，一题一题来哦。来哦，第一题就震撼弹哦。题真的吗？目前感情状况稳定，但此生最爱的前任突然回头求复合，我该不该勇敢追爱？该或不该，请选择。可以啊。好。你反而又可以了。你反而又可以。好，来我们看一下，叉1、2、3、4、5、6个叉，6个叉3个圈，怎么会有人可以？因为我觉得可能假设我现任男友是他，可是我后来发现我真的不喜欢他，对，然后可能跟他也没有到这么合，反而是前任可能是遗憾嘛，不一定是劈腿啊，可是因为远距离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或者是可能因为时间不对，但他是对的人，我就会很诚实的跟我现任的讲说，我可能对你已经没有这么爱，就是我会讲清楚之后，然后再去跟前任复合，就是一定要先讲清楚，因为我不想要逼迫自己不爱一个人。不会脚踏两条船。对，就如果不爱的话，我也没办法表现出我很爱他的样子。演员姐，你也可以，我想不到。不是，因为我最爱的那个在国小。国小？对，我只有那一任最爱啊。指腹为婚啊？如果那时候国小，他国中回来找我，一定会要啊，因为我国中没有遇到什么真爱啊。所以我是在回想怎么会有遇到最爱的男友？因为初恋情人啊。可是你国小那个在出现，可能长得不是没有，所以他现在回来我不会要。我是说在国中那时候我会要。哦。可是我又不是国中的你。你现在讲国中。我们那个题目就写的不是很清楚。目前国中的你。没有。他目前跟我现在就没有最爱的，那就要选他是吗？没有，只要想象一下，我们也没有最爱的前任啊，对，想象一下，好吧？你现在应该这段时间，从15岁到现在，应该没有看到最爱的人。就是我最喜欢那个在国小的。好，我知道了。了解。这样好不好？我们继续讨论，你先睡一下。面包爱情怎么选？有没有办不一样？现任要求我在工作上跟前任不要有任何联系，但这样会造成我工作上很大的困扰。当然是面包重要啊，干嘛管爱情？他就是需要这么重要的一个人，我不会说，你不能用他。我比较在意别人的感受啊，尤其是另外一半。你今天女友有在现场吗？有。啊？他今天展现满满的求生欲。我最喜欢那个在国小的。好，我知道了。了解。这样好不好？我们继续讨论，你先睡一下。不可以，感觉上好像比较常态，好像比较稍微正常一点点。因为你现在感情状况很稳定，没有道理，对不对？对，外扬。因为我觉得我目前状况稳定的话，就表示我已经进入到下一段恋情。当然，我觉得进入到下一段恋情最基本的就是你要放得下过去那段感情。就是对现在这一任是最基本的尊重，对，我觉得，我觉得跟林丹刚有讲，有时候你会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OK，然后他现在回来的时候，你难免就是心里面会有波动，
我觉得你现在跟现任在一起，可是你因为这个心理波动，你也不能全心全意的去投入这个感情的时候，你不如就把现在的断掉，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对现任也不公平。所以你让人牵肠挂肚嘛，对不对？对那个，就是如果他忽然就是譬如说国外回来了，然后他会来联系你这样子的话。然后说他还是忘不了你这样子，然后又是你最爱的，你那个用情很深嘛，然后你之前就是可能远距离断掉了这样子，我懂你意思，遗憾，有个遗憾在那边的时候，所以你这个你是有保留，你所以你是有保留这个复合的空间就对了。但是如果要复合，一定要先把现任的就是要也是就要先断干净，也是不劈腿。那你现在这段话听在你的现任耳里，会不会有一种危机感？每一任现任都是最爱的，因为我前面的真的就是什么状况那种的，就是好目的，什么状况？是什么鬼？好，现在如果你是空窗一个人，但此生最爱的前任回来了，你会接受他的？请你举牌。好啊。此生的最爱对啊。因为我当时候决定要分手的时候，我就是要分手，是一个不会回头看的人，就算以前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我从来不回头看，而且我也不会回忆跟以前男朋友的过往，因为我觉得回忆那干嘛？你就delete掉了？我就delete掉的，而且我连我包括连就是以前脸书，比如说大家就是在一起的时候很喜欢发脸书的东西、照片什么的，我都也不会去删，我就让它放在那边，但是我也不会去回顾，因为这人生的一部分。可是前男友这东西，可是假如你们那时候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分开的呢？就两个人都天气吗？龙卷风暴卷，哪有这么不可抗力的因素啊？就是龙卷风把你从北头卷到南头去了。对，然后我就没办法跟他在一起。不是啊，这种因素太少了，因为我就有遇过类似这样的状况，就是这样子的男生。回来找我，而且他的条件状况也都很好，甚至更好了。可是我就是不要了。当时决定不要了，你为什么现在又反悔了呢？你们一开始分手，有可能就是已经有一些原因，有一些问题存在了。那不可能过了几年，那些问题就突然就消失了。可是如果你那个很爱的那个女朋友，她是可以定居在台湾嘞。我觉得距离不是关系，我不是问题。那就是你不是因为距离而离开。不要紧，先冷静。但我觉得。这样子说不定之后还会跟到更好的，遇到更好的。那就是每一任都是最爱怎么办？而且他都说了，他前任那种感觉很像是有一个表哥或表姐住在远方亲戚，在一起就好像跟自己亲戚在一起，也很奇怪。李薇薇你在急什么？不是陈哥。他们普遍年龄都很低，等到他们像我这个年纪，像我本来也是像他一样，就是我是不会前任只要分手就是0，你就是他的分就0。但是我跟你讲，真的到一个年纪有够难找的，就是要找频率对的，真的很难找。所以他现在如果再回来，我想说 OK， 我还怕我年纪比你大，无烂吧？还是宁缺毋滥吧？没有，当然他不能，他是好的，最爱哎。对啊，最爱哎。我之前选的不可能到太烂了，当然劈腿的就不是最爱了嘛。对，那一定最爱他一定是有一个就是什么，所以我想说现在也就是用着一下，先拿来用一下。真的，陈哥你自己知道对不对？有一点急了，有一点了，因为我以前可以很潇洒，可是现在真的好难遇到。你现在状态是很好的。我看我们差不多年纪啊，是吗？没有，我们应该没有差不多吧？差多了，我可能跟陈哥同一辈。他比我小一点而已。你状态很好啊。对啊，就是真的很难找现在，所以就他有点急了，好。下一题是哦，题目比较长哦。来哦。我的现任男友超讨厌我跟前任有联络，他觉得前任心里没有断干净，一直想跟我复合。但是前任是我创业至今的重要伙伴，也是最懂我工作内容的人。如今现任要求我在工作上跟前任不要有任何联系，但这样会造成我工作上很大的困扰。我该听现任的话，让他安心，不和前任有工作上的任何往来吗？这真的很难哎，这真的很难。这题好难哦，请举牌。你们3个都很没默契，没有一个对的。一定要有一个反对的声音，反对意见。怎
么很难抉择？那你就提一半嘛，提一半。我想说啊，那个圆圆想说，你说，我醒了，就是我，你终于醒来了，恭喜你，都算了，你醒了，我醒了。来，你要说什么？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真的就跟这个一模一样，就是打电话来问我说怎么办？当然是面包重要啊，干嘛管爱情？现在这个社会都那么难赚钱了，你还管爱情？而且那个爱情会给你多少钱？你这样说也是很有道理耶。我都没有面包吃，还管爱情？对，我才管他。那我除非他要给我那个工作的钱，因为你要说换答案是不是？我这个工作一个月月薪有10万，然后我为了他要舍去掉10万哎。那除非他会给我10万块，我就会辞职。对。哦，你的面包跟爱情，你还是觉得一定是面包啊，不然他爱情只有在那个一开始的时候热恋，后面就没了。我一定会是面包。其实我本来是这样子的，但是的确爱情跟面包我会选择面包，可是因为其实我身上就有类似的那个。就是状况，因为我当时候呢，像我在跟这任男朋友在一起前，可能我的健身教练是男生，不是前男友，是男生而已，或者是合作上面有一些男生，可是我的男朋友就不能接受我跟男生有这样子太多的接触，我就还是听他的话了。哇，真的，然后他有跟我反映过，然后我一开始是有点抗争，然后他就觉得就是我们就有吵架嘛。可是后来我想一想，其实如果同样的事情放在他身上的话，好像我也没办法接受，我都会这样去思考，所以我就最后还是听了他的话。比如说像我合作很久的健身教练，然后还有工作上比较有那个往来的男生伙伴，我就尽量都不接触。所以你还是劝还是差？他改成差，因为他觉得面包我的原则是差，但是我做的是全。他们没有买单，但是做那个是没有钱的。你那个健身教练又没有给你钱。是没有钱没有错，但是还是有工作上，就是我们比如说那时候会跟Echo 啊，那时候我跟 Echo 很常拍一些影片啊，搞笑的影片。可是我发现就是我在网络上大家都觉得我们两个变成情侣，然后我就那我就不拍了。对，那的确那时候那些影片也让我的工作量有提升，或者是有因此赚到钱。可是我还是就不拍了，还是舍弃掉了。对，因为我发现大家都误会我们两个是情侣。对，了解。我们不太会听现任的话，占了大部分。然后概念上是3个总结，6比3。我们持否定的是6。你为什么可以啊？我也是一种将心比心的态度啊。可以听。对啊。我们都。因为我也不希望我的现任跟他的前女友一直在工作上有太多的接触啊。关于前任的这件事，到底该不该答应？与前任因个性不合分手，但我跟他妈妈感情非常好。他妈妈最后的愿望就是希望我再给前任一次机会。好难哦。这是托孤啊，这个是。当时要跟他分手，就代表我已经不爱他。对，我不想让他有遗憾，带着担心走。对。我也不希望我的现任跟他的前女友一直在工作上有太多的接触啊。我将心比心，就是我也不会去。如果他今天是工作上的东西，我不会去插手管他。你不能去说你不会这样要求。对，我觉得这是到一个可以一码归一码的。对，一码归一码。当然，如果我发现你们两个在工作上其实还有私人的那当然可以反映。可是如果今天只是工作上伙伴，他就是需要这么重要的一个人，我不会说你不能用他，除非我给他钱。对。你会听？我会。我比较在意别人的感受啊，尤其是另外一半，就是我很爱这个人的时候，虽然我可能会造成我的一些困扰，但我还是会以他的想法为主，就希望不要造成他不舒服。因为如果今天是反过来，我可能会说 OK， 那没关系，但我心里还是会有一些疙瘩。对。你今天女友有在现场吗？有。我觉得他今天展现满满的求生欲，哎。女友在哪里？女友吗？棒。100分，满满求生欲。可是他这个工作伙伴是非常契合的一个，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一个 support， 一个力量。
确实损失蛮大的，但对啊，就是等于说离职哎，不要做形象。现在说真的，真的，我就是很重视另外一半的想法，因为我自己也是内心戏蛮多的人，就有时候可能跟他其他异性很好，特别好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很难控制自己去多想，但就是要一直练习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也只是朋友。就是要一直换位思考这样。哦，有换位思考，对，多半还是面包重要吧。面包重要。我们工作要专业，对，对不对？专业。你现在叫我前女友来，我还是录节目，对不对？什么意思？就是女朋友来说，你为什么录这节目？我不喜欢。然后你说，哦，对不起，我推通告，推通告。不行嘛，马上走。不行嘛，你不会嘛？要专业，要专业，要专业嘛。一码归一码，赚钱归赚钱，对，谈感情的事是另外的东西。但你前一题才说前女友如果来的话，你心中又会有波动。钱还是比较重要。但我觉得交往之前，我现任应该就会知道有这个状况，不可能。我们还在暧昧的时候就，对呀，他的工作伙伴又是凭空出现的，对啊，为什么突然？对呀，你一试就出来了，对啊，那表示你在认识我要跟我关系确立之前，你就很讨厌他了嘛，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要跟他不行，我不要跟他工作，你知道我意思吗？先来后到，你说先来后到嘛？当然了，我们早就合作了嘛。他是我的得力的工作伙伴呐，我们过去有过一段，但是我们就像他刚讲的，我们适合工作，我们并不适合谈感情，所以我们就在工作上发展就好，很好啊。所以不要跟工作上的人谈恋爱。对，我觉得不要有双重关系。对，没错。好，非常好。我们大家已经进入状况了。来，下一题。与前任因个性不合分手，但我跟他妈妈感情非常好。如今前任妈妈重病，濒危，妈妈希望再见我一面，并说先前分手都是他儿子的错，他不希望他儿子错过我这么好的女生。他妈妈最后的愿望就是希望我再给前任一次机会。我该答应这个请求吗？我这是托孤啊，这是。前任妈妈希望我跟前任，你会答应这个请求吗？你跟他妈感情很好，这是重点哦，并不是只是认识而已。请举牌。好难哦，好难哦。好，终于一样，终于一样，那我转一下。我到底可不可以啊？我想一下。这真好了，就两个，看。对呀，我们都一组一组的。两个 OK， 给他机会。一组一组，两个不行，两个一半。3个男的都不会答应。我其实也在犹豫，因为我怕，如果是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男生的话，就我没有办法，可是又怕伤到妈妈的心。就是因为他是他最后的，可能他剩下几天而已。不然就是先假装在一起。对，可以，这样对，先演一段戏给他。对，我也是这样想。对，让妈妈安心的走。对，就是。我突然发现你有光了。这里有灯光。很正面。我也是，就是因为其实我跟前任的妈妈有的都还会联络。就是对，那如果今天对方都已经病危了，就是我不想要让他，就是他可能担心他儿子或什么，我不想让他有遗憾，带着担心走。对，你就是。这也是我举一半的原因。我想我们俩应该都是吧。可是我的想法也是跟他一样，我会假装，然后可能会签一个合约，保密合约，然后请那个前任，我要配合演戏的话，那请前任每一次约会都要给我一笔钱，这样。你是把它当通告看的？对啊，你要把它当，因为那是我的时间，我的人出现在那个地方，我当然要赚钱啊。为什么要出去？哇，我是来演戏的，对不对？请我来演戏，我要表演，我就要钱啊。蛮特别的，我现在突然觉得好冷。可是这样妈妈就没有遗憾啦。我可以演一个，然后你也没有遗憾啊。我可以演一个很好的那个媳妇啊。剩下的都不行。我一定不行。之前有一任男朋友的妈妈跟我很好，就是好到可以睡在一起这样。哇，那很好。就是把他当自己妈妈，但是他儿子很烂，所以就算他快过世，我还是不会去，还是不会跟他儿子复合。因为我就觉得他儿子就是很不好的人啊。
我也是没办法。你说他在病床上面握着我的手跟我讲的时候，我可能只会哭，可是我也没办法答应因为我比较没有办法做出就是我说了好，含泪说抱歉，然后后面又说不行。OK， 对，所以我可能去完那一次以后，我不想骗他，我可能去完那一次以后，我可能就再也不会再去看他妈妈，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我已经尽到我这辈子我能为他儿子能做的事情了。对，我不可能赔上我自己。接下来我当时要跟他分手，就代表我已经不爱他了。对，我不可能再为了他妈妈了。可是如果有钱呢？多少钱？就是对啊。爱情金钱勾勾底，他却说借钱不用还。临时同场加演，多少钱就不讨？1万以下。1万，我也是1万以下。我都这样子哦。1万，1万就不讨。其实蛮多的，可以跟他蛮多啊。刚才请他跟他借钱。哎，那不行。要跟他分手，就代表我已经不爱他了。我不可能再为了他妈妈了。可是如果有钱呢？多少钱？就是对啊。如果2000块那就算了。如果2000万，我想一下，2亿，好像是可以。至少要100万，至少要100万。假装复合演一次是要100万。对。就赚钱啊，当做他之前对我不好，还我钱。很合理。那当下好，刘璇你一定会拒绝，你会怎么拒绝？我是。你是重病的妈妈，你是重病的妈妈，我是病危他妈。病危。阿姨，我来了。阿姨，你还好吗？不行了。你快不行了，那你的儿子会好好照顾你的。你们在一起了没有？我不行，我们已经分开很久了。他还是很爱你，爸妈很喜欢你。但是我配不上他啦。你的公什么小伟？妈妈，我看你的那个气还很足够。还可以再撑我演后演。你啦，你当妈妈快点。我有话要跟你说。对，好，你回答。好，这边你来这，来这。换我了。我在这边。你来了。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很久了。你儿子还欠我50万。哪有谁比公公跟妈妈好太可怕？不是因为他后来，他走不是自己走，是被你气走的。因为那个男朋友欠我钱啊，所以我要问他要不要还我钱，趁那个时候顺便问一下。顺便问一下。非常顺便。真的会走得很快。这个顺便可能是节哀顺变。对，节哀顺变。基本上都是不会的，听听男生的声音好不好？我不会，我连演戏我可能都演不下去。因为我觉得他都要走了，然后我还要骗他，我会觉得我宁可告诉他说对不起，我做不了。那你会不会反正你已经心意已决，该不然就不要去看他了呢？这样好像又有点绝情，还是要看一下。哦，你还是会去见他最后一面。对。他说跟妈妈很好，他就是真的像你妈妈这样子，他躺在床上已经要病危了，你们还想得到，你们讲不出，我已经快要不行，哭都来不及了，你还会说我没有办法骗你？我觉得真正的感情不可能吧？你有那么理智？你说那时候还可以有善意的谎言？对，你还在那边想说，我不想骗他，我不可能吧？他已经在那边就是已经要走，我觉得我哭都来不及，趴在身上哭都来不及，而且是 focus 在妈妈，我才管那男的怎么样。对，而且他搞不好本来没有，搞不好是没有反应的，是你来听到你声音，他突然间眼皮会扎了，或甚至眼睛可以张开看看。对，一定是感情很好才会去看他。对，哇，这个骗，然后他好不容易张开眼睛说。我不会跟他在一起。没有，你说得出？你真的说得出来吗？三个年轻人说出来吗？可以转移话题，对啊。对，对啊，天气很好，对啊，今天没有下雨，你放心。突然在预报天气。哦，就是跟一个病危的母亲装傻就对了。好像也。那个我觉得是啊，可能说不出来。哇，这题好纠结啊！真的很多人性的问题。来，我们前任之前借了10万，分手后会跟对方讨回来吗？当然要讨啊。
请举牌。这个问题应该那多少钱就不讨？10万就不讨。10万，就问现在不是10万吗？你不是醒来了吗？再睡一下，睡一下。题目就写10万，就题目啊。我再讲一遍，这多少钱你就不会跟对方讨？10万，那题目就是10万啊，那你就是还在睡。10万以内你不会讨，是以外才讨，15万以上就讨，这样。哦。你跟他坐的比较近，他说什么？他的意思是说15万以上的话他就会讨，但是15万以下他就不讨。对，但是题目写10万，因为我真的有发生过这个事情。那你刚刚要举叉，你还举圈？我真的有。我讲10万。前男朋友跟我，天好笑。财富自由啊！多少钱你就不讨，用手告诉我好了，好不好？手就是万，手刚好可以比较久嘛，对不对？来，用手告诉我，来，请举手。5万、7万、1万，1万就不讨，5万、1、2万。1、2万，1万以下，1万，我也是1万以下。我都这样子哦。你呢？你有？那Daniel家境不错，要7万。对啊，差不多7万。你7万怎么定出来？你不是5万不行。7好快我精算，10万多抓个中间值这样。7万5，要不要7万5呢？那不行。那7万0100，哎，那很好，7万其实蛮多的，可以给他。蛮多啊。跟他在一起，然后跟他借钱，对啊。哦，这样讲出来，7万蛮多的。我以为5万应该是一个可能的数字啦，3、5万是个可能的数字，对，7、8万应该都会有了。啊，这只是一个临时同场加演，那个圆圆这样正常一点，好吧，圆圆。醒来了，睡一下。好，来一下，再最后一题。前任问题太麻烦，圆圆出招却出包。不小心碰到，然后聊个天，马上我就走了。我觉得这其实碰到谁我可能都不会讲啊，没说就是骗啊。我不想让他觉得我这样很容易碰到前任。那你可以说那个，我今天碰到我前任，女生就不会生气啊？没有哎，你真的好狠的耶！好。最后一题很简单，很简单。好，还有简单的。我独自在咖啡厅工作，我在做我的工作，巧遇了前任，2人在咖啡厅中小聊了30分钟。请问这件事我要让现任知道吗？好题目，巧遇，请举牌。都会。陈哥不会哦，刘璇也不会。我不会。你应该不是举圈吗？我是把它套用在我现在的感情生活中，我可能不会讲哎。哦。因为我的狮子座男友实在太可怕了，占有欲，避免麻烦。对，而且如果只是不小心碰到，然后聊个天，马上我就走了。我觉得这其实碰到谁我可能都不会讲啊。30分钟哎，30分钟啊。可是你又没聊什么，30分钟。是啊，但是我碰到林蛋，我也不会跟我男朋友说，哎，我刚碰到林蛋，我跟他聊了什么，我不会啊。所以我干嘛碰到前男友，我要特别跟他讲呢？可是要是他在别的地方得知了这件事，对啊，但我就会说，我就是不小心遇到，然后讲了话我就走了，我们也没聊什么。琳达是一定会说了，这个他什么都会说，他什么都会讲，我会说，因为我怕如果不小心，其实旁边有眼线看到，然后他就会说，他会觉得我骗他，一旦骗了，那个信任破了之后，就再也回不来。算骗吗？没说叫做骗啊？算没说就是骗啊，没说就是。他问了，我就知道，我就跟你讲啊，我以为这没什么。不行，我也不行。圆你 OK 了吗？我可以，谢谢。快讲。就是10万。还在10万，因为我是那种我跟对方在一起，我会给他满满的安全感，我什么事都会让他知道，就算他生气，我还是会让他知道，因为就是不会想要隐瞒他吧。任何事情，如果他问我任何事，我都会告诉他。我会讲的原因是因为我反而觉得这样我问心无愧啊。OK， 我直接跟你讲就没什么大不了。图个问心无愧。对，今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但也没怎么样，我让你知道一下。代表我没什么好隐瞒的。好，这个出发点应该都是举圈的原因。对，最后没错啊，我也是这样子吧，对不对？对啊，对。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让他觉得我这样很容易碰到前任。我不需要特别提我碰到前任呢。对啊。隔了10天半个月，去菜市场竟然又碰到他，你很容易碰到前任嘞。我没怎么样，可你很容易碰到他这个事情，我听1次、2次、3次，
太多前任了。你有讲就2、3次了，你没讲呢，那你很容易碰到前任，他对你在外头反而充满了太多的不安全感。会有其他的想象。那你可以说那个，我今天碰到我前任，他怎么长得那么丑？就是可以。他怎么长得这么丑？然后你就听得很开心这样子。就女生就会觉得哦蛮行，就是好像变老了这样。哇，我碰了个前任，哇靠，我的妈！也不用这样。他丑到吓到我都撞到车子了。这样他就很开心。也不用这样吧，女生就不会生气啊。没有哎，你真的蛮好哄的耶。好哄，他是好哄吗？他这样很好哄。对啊。我说你觉得他这样讲成立吗？不成立。不成立。不成立吧？不成立。成立吗？不成立。不成立。我碰到我以前的那个男朋友，哇，他现在肥得跟猪一样。然后你听了以后，我觉得你干嘛那么关注他的外表？对啊，我有。对啊。说这个坏话也没意义啊，就有点像你去面试的时候，你说前公司坏话也是不行的吧？所以，对，人家会想说，那当我成为你前任的时候，你会怎么说？你知道我意思吗？是不好，很容易会有这种，就是你会在人家背后说人家坏话，那你会怎么在别人背后说我？对，所以我觉得，既然没什么，就不需要说。提供你们做个参考，好不好？好，也蛮有意思的哦，蛮好。人的2类，我们今天的比例蛮清楚，蛮漂亮。纠结的地方呢，也分享，这些纠结也是一般人都会的纠结。一个恋情结束之后，留下的可能不只是回忆，还有什么？它还有一种说不明理不清的一种纠结感。纠结感。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曾经说过，说什么？人会怀念的不一定是旧情人，而是当时的自己。我们对前任的牵挂，有时候并非是那个恋情本身，是那一段在那个时光里面青春岁月的我们的影子。不要让模糊的关系伤害了真正重要的人。但是刚刚有一些如果能触动你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个不妨是你下次判断事情的标准，可以做出一个更好的抉择，有利于你我他。OK， 祝各位情爱关系都非常的顺利圆满，也祝你能够找到对象，好不好？幸福。女王大人，下次再见。See you， 拜拜。谢谢圆圆。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